岛上多位兄弟永远驻守在这里了。岛上死难的大明船员，他们长眠于此。我让所有的墓碑全都面向北方，这样他们随时都能看到他们的妻儿和家乡故土。弟兄们，郑和养儿无信，许愿不还，无颜面对你们。你们都是华夏好男儿，大明的好将士。你们的在天之灵，与日月同辉，与山海常伴。弟兄们，安息吧。你们的尘缘不得昭雪。郑和死不瞑目。我们的船队已经进入了印度洋，你看这大洋的表面并没有多大的区别，那也就是说，除了风暴和潮起潮落的因素，凡是海洋都处于同一平面。若船队沿着非洲东岸一直行驶下去，肯定能在某个地方与大西洋相通。对，表面看大海把陆地隔开了，其实又在把陆地连在一块儿。舅舅如同意，我想尽快就带一分重船队先行南下，那样既可以为保船队远航做必要的试探，又不会过早的泄露寻找泰西的意图，以免在船队引起大的震动。就这么办。你明天就率领5条船出发。真的？宋天，你成熟多了。如果舅舅没能实现心愿，航海巡洋的大业就交给你了。舅舅一定会成功的，苍天佑您。袁新杰，甲板上风大，你下去吧。哎，亏你还说呢。再过几天啊，有人就整63岁了，还把自己当小伙子。从永乐皇帝第一次让我执掌船队到今天，算来也有28年了。我若不是常年累月让海风吹日头晒，这身板骨头肯定不会这么硬朗。还说身板硬朗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我没事。郑和，看你的架势，3、5个月恐怕也不会返航。你到底想去哪里呀？我要去找大明的天法。眼下南风正盛，吴宣的人船虽是逆流，却是顺风，差不多也该赶到牛木屯了吧？吴都督的先锋已经到了，他说长江水师的人船正满帆行进，日夜兼程。现在看来，他们没有失约。好，殿下，黄衣婆求见。不见。萧姨娘，您怎么来了？
汉王殿下的兵马和江宁水师的战船水陆并进，都已经逼近京师了。我这个皇亲国戚，不该来迎迎吗？啊！你们都出去吧。是。小姨娘，请坐。看不出啊，朱高煦，你还真的长了一块反骨。小姨娘，您听我说。够了，朱高煦，你还想骗我？举兵构乱，蓄意谋反，你的罪十恶不赦。好吧，既然连您也这么看我，那我无话可说。小姨娘，由不得您了。来人呐！在。本王的这位小姨娘脾气不太好，你们要好好伺候。遵命。谁敢？尚方宝剑在此，逆贼还不悬崖勒马？赶紧悔罪！滚！殿下，京师守军突然出击，全线杀过来了。水师的人船呢？水师？他们是来策应京师守军，来夹击我们的。吴轩，你这堆臭狗屎！狗屎！殿下，皇上，哦不，朱瞻基他亲临战阵了。好啊，小崽子来的正好。高煦，投降吧，为了你自己，也为了朱家。不，我今天正好做个了断。杀！高煦，别出去，投降吧！我求你，给自己留条命吧！皇叔，别闹了，你现在已经是山穷水尽，无路可走了。快投降吧，朕可免你一死。你是来看你皇叔的笑话？太心急了。拿命来呀！朱高煦，你真要对你的亲侄子下手吗？你要拼命，就先冲我来！闪开！休想！只要皇上能够恩准他不死，姨婆愿把他带在身边，我可以拿自己作保，从此遁入深山，让他修心养性，永不返回京城。好吧，让我代他求你，皇上。
姨婆，您想让我说什么？为他留下一条路，也给你自己打开一扇门。永乐朝，皇叔勾结外藩，企图谋反。皇爷为什么不杀他？血浓于水。洪熙朝，皇叔阳奉阴违，公然篡逆。父皇为什么也没杀他？手足情深。如今孩儿刚刚登基，百废待兴，只盼天地人和。您说，我能忍心杀他吗？孩子，你能有这样的胸怀，姨婆放心了。姨婆，请你再看看这个。这是什么？吴宣图谋海外，拉帮结派的名单。皇叔勾结吴宣，不仅在船队官兵中大肆煽动，蓄意谋反，更在海外安插亲信，寻访孤地。他是要分疆裂土，另立国家。跟以往不同，他已经走得太远。这个根子如果还在，郑和的船队怎能平安？皇爷爷的遗愿何时实现？直到分裂了中华，疆土外流的那一天，谁是千古罪人？几千年的基业毁于一旦，裂土灭族的罪责，谁能承担？是拘泥于亲情包庇隐患，还是为了社稷割舍骨肉？您说，我该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我说不好。姨婆，我跟您一样，也是痛不欲生，难下决断。可有一句话，我还记得。我不仅仅是朱家的后代，更是皇爷爷以命相托的继位者，是大明臣民的希望，肩上挑着恩泽天下之责。如不除掉隐患，皇爷爷的巡洋之策，非但不能利国利民，可能还会成了贻害海外的罪魁。若不痛下决断，皇爷爷的一世英名，恐怕也会受到难以估量的损害呀。皇爷爷曾经说过，为了大明的兴国之路，朕甘愿献出血肉之躯，毕生精力。如果还不够，就在添上后世的骂名。皇爷爷真是为大明倾尽心血，为国家披肝沥胆。战绩绝不能让任何隐患毁掉皇爷爷的万世基业，绝不能让任何疏忽葬送永乐新政的赫赫盛典。姨婆，还记得您曾经拉着我的手，在皇爷的灵位前许下的诺言吗？哪怕只剩下你我二人，也要倾尽全力，一往无前，
姨婆，皇爷爷和父皇1年内相继病停，战绩已经2次面对天塌地陷。朱高煦是我唯一的亲叔叔，如果他再走了，战绩就真的像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，无依无靠，痛失家园。船队远访泰西，看来没有可能了。郑大人，还不至于吧？此行没有完成永乐帝的遗愿，我真是愧疚万分呐。不过总算理清了一团乱麻。皇上下回航令，只应造反，过激船队。出于一方不测，可谁想过，这道圣旨，如同利剑西行之举，转眼成空。皇上终归缺少永乐帝的气魄，你我难以实现走向新大洋的目标。你是说，皇权之争干扰了巡洋？看来皇命难违，在下劝大人不必再抱兵远航。我们不能让那些混蛋一搅和，就甘愿放弃这机会。那怎么办？郑大人，郑大人，这个旨你到底接不接？好，既然郑大人不接旨，那就莫怪在下了。王景洪接旨。王景洪接旨。臣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大明宝船队奉使西洋已近3年实现，正使郑和年逾花甲，操劳过度，宜多加休养。即日起，由副使王景洪接掌船队，从速返航，不得有误，违者斩立决。钦此。臣领旨谢恩。不。老天有眼，老天有眼呐，又吐血了。哎，这王景洪已经接了圣旨，保证河有行将就木。如此一来，这船队的形势已经急转直下。现在如果能够趁热打铁，把郑和抓起来，就能把船队牢牢地抓在我们自己的手中。王大人，我们这次南行探险，已经闯过莫桑比克海峡，越往南走，天气越冷。后来又下起了大雪，我们5条船上的所有人员没有一个人退缩。兄弟们宁愿挨冻也不想返航，因为曙光就在前头。我知道，你们怪我，恨我，甚至在心里骂我王景洪苟且偷生、卖身求荣啊！我跟郑大人自幼结伴，相交一生，经历了多少次风吹浪打，多少回生死考验。我王景洪什么时候背叛过他呀？我早就把我这条老命交给了郑和，交给了船队。那你为什么当软骨头？为什么要接那道圣旨？你问得好啊！我为什么要接这道圣旨？宋天，
我不单是为了要保护船队3万人的身家性命，更是为了保住郑大人的一世清明。我是想让大明船队走得更远，让大航海梦想成真啊！王大人，眼下郑和急着想绕过风暴角，可绕过了风暴角，大航海就完结了吗？大航海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绕过风暴角吗？我同意返航，就是要首先保住郑大人的命。只要郑和不死，大航海就有希望。他是勇闯西洋的旗帜，大明朝无人可以替代。相信我，做你该做的事。除了我以外，任何人不许进入船舱。遵命。我再说一遍，任何人不准接近宋天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好像是有船失火，大家都在忙着救火。这是传递给我的信号，是危险，没用的。它只能让我继续向前。把他们的蒙面套子给我摘下来。对。你们私自闯入宋都统的官船，抢夺海图，伤害人命，你们受何人指使啊？大胆的狂徒！你们暗杀朝廷命官，抢夺焚毁海图，此为谋逆大罪，罪在不赦，定当严惩。来人呐，在！把他们2个给我吊上桅杆！遵命！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此事跟小人无关，是吴大人逼小人这么做的。大人饶命啊！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！果然不出所料啊！来人！遵命！立即捉拿吴宣归案！遵命！王大人！王大人，大事不好了！吴宣带人去刺杀郑大人了！什么？狗贼！大家听着，活捉吴宣，胆敢造反者，格杀勿论。王大人，舅舅，郑和，郑大人，郑和，我把宋天给你送回来了。王大人，吴宣逃跑了，还带走了3艘兵船和一部分将士。国舅爷已经督率船队去追赶了。不好，此刻正是半月1日的大潮，国舅爷又不熟悉航海，有危险啊！备船。是。
事啊？把船开成这个样子！大人，咱们赶上了大潮，加上邪风太强，此时海面的浪头高出不下2、3丈啊！大人，我们要么将万帆减速行进，要么找地方避避风，否则会出事的。大人，你以为这是游山玩水吗？这是在死里逃生！国舅爷，咱们就别硬撑着了，赶快回去吧。回去！反贼抓不到，怎么向皇上交差呀？哎呀，继续跟我追！大人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底舱被撞漏，海水倒灌，眼下情势紧急啊！必须赶快疏散船上人员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大人，放下所有舢板，抢滩登陆！快，放下舢板！本大人要亲自上阵，活捉吴权！遵命令！天儿，他还没回来。莲心姐，赶紧派人把天儿叫回来。你放心吧，天儿没事的。天儿，上，给我上！站住！别动！抓住他！给我抓住他！这假的？吴轩在这里！站住！吴轩，你好好看看你身后这处悬崖，跟莫干岛上的很像是吧？王大人正带着大队人马在崖下等着你呢。你作恶多端，天怒人怨。今天，我要你新仇旧账一起偿还。呀！怎么样，暖和点了吗？郑大人，吴轩孽贼叛乱，我等与张国舅合力缉拿，吴轩咎由自取，坠崖而亡。好，恶有恶报。还有，哨船已经回来了，据探报，只要略加改变航向，用不了几天就可以进入西大洋了。加快，所有一切都要加快。遵命，郑大人。不好了，吴轩一死，他的旧部就开始闹事，船队现在是人心惶惶啊！大伙又不知道去哪里，何时才能返航？尤其水师官兵更为惶恐，军心不稳呐。景洪，不要慌，你去安排一下，我这就去见弟兄们做一个交代。遵命。舅舅，赶紧返航吧，等您治好病，咱们还能再回来，还能走得更远。傻孩子，你还没看出来？圣旨强令返航，吴玄发动兵变，天时地利都已经不在了，舅舅只能指望你
君王之先在一起拼杀了几十年的生死兄弟，孩子，万一舅舅熬不住了，这巡阳的大业就交给你了。我？对，走，你马上走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都不要回头，因为你的身上背着太多人的梦想。我记住了。弟兄们，你们都知道，朝廷已经下旨让我们回航了，但巡阳计划尚需继续。也许这是最后一次航行。先帝正在看着船队将走向何方，华夏在盼着我们开创历史航程。自从刘家刚走出来的时候，郑和就打定主意开辟西行航线，不管遭到千辛万苦都不能动摇，因为我们肩上扛的是先帝的期盼，我们心中装着的是华夏真正的梦想。弟兄们，让我们用血脉做桥梁，用骨头做阶梯，用身躯铺大道，用头颅擎天宇。大明需要访台西，中土需要访天涯，天朝需要学他人之长，炎黄子孙需要宾朋满天下。我们将为大明成就辉煌，为后世留下福祉。我们要去寻找未知的一切，我们将为天下所有的人开拓未来。酒现在可以拿出来。国舅爷，这是郑大人写给皇上的请死状。郑大人，抗旨之罪，杀头之罪，灭族之罪，我郑和一人承担。传令，船队继续向前航行，绕过风暴角，进入西大洋。
人冻死了！传令，快去通知各船船长，停止航行，立即向我们靠拢。遵令。显然，船队正驶向一个异常寒冷的地区。可以肯定，前方绝对不是欧罗巴商人们所说的西大洋。现在看来，我们走错了。唯有向西北方向航行，才能到达我们想去的地方。可严寒已经夺走了我们8个水手的生命。是啊，食物和淡水都快断了，这种天气，船员们带的衣物也难以御寒呐。看来，这次我们并没有越过西大洋，踏上黄金国西岸。但是，我们却发现了往南边走是片寒冷的海域，知道此地与天朝节气完全不同。可惜啊，我们走错了方向。如若不然，西大洋眼下正在船队的面前。这就是郑和船队所到达的印度洋与大西洋交界的鄂加勒斯特海域。这个地区离南极圈的纬度仅差25度。真的下雪了。郑和，他想出来看一看。郑大人，我们快到了，我们已经找到了航线，就要跨越古今，赶赴台西了。你说台西是？郑大人，你要挺住啊！啊！我们已经补充了粮食、淡水，即刻往前行驶。我们离西大洋就差1步了呀！啊！扶我起来！
公元1405年至1433年，郑和率大明船队与众多的国家建立了友好的关系。持续28年的大规模航海，为维护海上秩序、保护商路畅通，为亚非各国之间的和平交往做出了巨大贡献。不仅使人看到一个泱泱大国的风范，更是不能不赞叹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。虽然时空已跨越600年，当我们再次回味起这一伟大壮举时，更清晰地了解了自己的国家，也了解了世界。历史这样告诉我们：创造和平、安定、友爱的国际环境，应是人类的共同向往与追求。